中国的豆腐渣工程说起来让人胆战心惊，却又无可奈何，因为这已经是遍及楼房、马路、桥梁的不争事实了。这是一名广东男子的所现，这栋公寓楼的立柱竟然裂开变形了。大樓呢都出現裂痕，何況一隻人呢，係嘛？所以講，人一定要開心。對此，有網友總結說：70年產權，30年房貸，20年壽命。共產黨就是專門蓋一些豆腐渣房子，讓你永遠為房貸拼命。一句話揭示出當今中國豆腐渣房屋盛行的原因。這是樓房出現倒塌，牆皮出現掉落的驚險畫面。哎呀，这不懂啊，这是动这个墙皮。这个图片显示，中国某第一小区楼层的外墙墙皮脱落，有 X 平台网友质疑，到底谁风太大还是豆腐渣？2025年2月10日，上海陈女士在3楼家中扫地，突然踩穿地板，跌落到2楼的邻居家。2楼夏女士说：“我坐在这里，我爱人在这里烧饭，后面哐当一声，我们家坐了一个人。我问我爱人怎么有个人，他说上面摔下来的。”陈女士家的厨房地面出现一个大洞，她心有余悸地表示，可能是白蚂蚁咬的，咬烂了，人要紧，是大事情，我这么大的人摔下来。据悉，陈女士居住的建筑建于1929年。小区物业经理何永亮回应说，陈女士家中的楼板断开，可能是承重梁被白蚂蚁蛀掉了，下面铺有2层复合地板，在地板上又铺水泥。现在物业正在修缮，3楼地板被拆除，并重新加入钢结构加固。有网友表示，这都够得上危房标准了吧？不拆迁就对事发地简单的修缮。也有人指出，这楼都上百岁了，还是砖木混合的，换现在盖的钢筋混凝土楼试试，30年内就得变危楼。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买房子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随着房价不断攀升，很多中国人不得不背负高额的房贷。但当豆腐渣房屋越来越常见时，很多人真的寒心了。房子烂大街了，满大街都是卖房子的，根本找不到买房的人。有些房子的价格是一降再降，从200万直接降到80万，就这样还是卖不掉。房子的数量是越卖越多，房子的价格是越卖越低。接下来你还准备买房吗？几百万元人民币竟然买到这种质量的房子，把当做的房子嘛，人家花个几百万的房子做个豆腐渣工程，你看这是墙，你拿手勾都可以勾得下来，这是墙，看到吗？是吧？这是房子，你说要不要举报的？你们大家说要不要举报的？这个房子你看呢，这房子不会倒才怪的，这样子搞。这名房主同样很苦恼，视频字幕是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我花200多万元买的房子是泡沫做的？哎呀，我的天哪！有网友表示，这个房子也太恐怖了吧。也有人指出，外墙泡沫保温，里面是混凝土，要是混凝土一抠就掉，就是豆腐渣工程。买到豆腐渣房屋，那些几乎耗尽积蓄的民众不得不发声。2024年11月20日，重庆格林春岸豆腐渣楼盘的维权业主到开发商售楼处维权并录像，却遇到警察的当面恐吓。可以处理，可以把你拘留了。要得。明确告诉你哈。明确我正常维权不犯法噻，我为啥子要管？我这儿怒气的。我也要正常维权的。
你维权就维你的噻。啊，我维权我正常人，我也是正常人嘛。手机关了，我这儿录取。我没犯法，你咋子没犯法？你这儿放喇叭不犯法吧？2024年12月29日，河北省三河市的一名男子因回迁房是豆腐渣工程，到北京上访被劫回，警察将他带到派出所，质问为什么要越级上访。越级上访是违法行为，不能越级呀。我现在越级了吗？你不是要去对吗？我现在只要去公安部，我算违法了吗？就我现在目前现有的材料，因为三方面都不承认自己弄的，我到国家信访局去问问到底咋回事，算越级吗？你说我到这个三河信访局，它涉及到河北的事，人家也不管呀，北京人家也不管，它涉及到三方面，所以说我要到国家信访局去。该男子的回迁房出现豆腐渣工程，楼梯里面都是沙子，这也是他坚决要去上访的原因。即使是在医院这种公共场所，仍逃不掉豆腐渣的命运。2024-12-5下午3点多，广东省潮州市的医院新院刚搬进来不久，吊顶就掉下来，还砸到了多人。这是吊顶掉到地上后的画面。有网友表示，这种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即使是学校，也存在豆腐渣问题。在福建师范大学岐山校区，一间教室的学生们正在教室上课，结果天花板突然脱落，有学生被水泥块砸伤。这太吓人了！豆腐渣工程真的会在不经意间造成悲剧。这个视频显示，浴室的喷头出现了让人啼笑皆非的一幕。视频字幕十分搞笑，初看以为是什么高科技自动花洒，结果看到后面大跌眼镜。网友刚想表扬一下高科技，莫想到在中国南方某地，桥梁出现大坑。我听到我了，我一时一下想人呢？你这边这你玩的太狠了，对不起。想刚刚不做了，我这说啥？我这说。我你儿子我乱干了，不要过了。我跟那就是2024年8月8日，贵州省黔东南3岁县水岸的龙亭大桥突然垮塌，让人震惊的是，里面一根钢筋都没有。哎耶！好厉害哦！好恐怖！2025年2月，湖北省的一座新桥刚竣工，结果地基就塌陷了。架子都还没撤铺，桥区一下塌破了。在舆论的压力下，荆州市江陵县水利和湖泊局火速发布通告说，针对网民关注的江陵县一新建桥梁倾斜问题，经初步核实，该桥为我县在建农用桥，总投资165万元。2月10日试运行，2月11日施工方监测到两侧桥台出现一定沉降，导致桥面局部有所倾斜。从中可以知道，这座桥造价165万元，但试用1天就出现倾斜，真是妥妥的豆腐渣工程，里面或许藏着不少贪腐行为。在中国，支撑桥梁的厚重桥墩竟然有这样的黑幕。工程队拆除废弃桥梁时，发现支撑大桥的桥墩里面填充的居然不是混凝土，而且全部都是黄沙。人们看惯了各种桥梁的坍塌、断裂，但这种悬空桥就超出人的想象了。以前桥下有水的时候，特别好奇桥墩是怎么站稳的，原来不需要站，直接悬空。这又是哪位人才想出来的？这是什么原理？2024年7月28日，山东省烟台潮水镇的一座桥梁突然断裂垮塌，当时桥上正好有一辆车，因桥面断裂，车辆坠落。潮水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向路媒红星新闻回应说，是暴雨冲刷导致当地的清河屯桥垮塌。但网友显然不买账，又是雨太大，这雨水背的锅真多。人们普遍认为，
桥梁垮塌和施工质量有着直接关系，3天2头桥塌好几次了。豆腐渣桥梁真多，也有人讽刺说，千年百年的建筑物桥梁多的是，没有冲塌的，只有拆除的。现代的建筑物是纸糊的。马路出现豆腐渣怎么办？中共政府官员有办法。黑龙江省海伦市的豆腐渣工程路面开裂后，当地政府的解决手段竟然是掘路。这海伦的人民真有智慧啊！这倒裂缝呢，给拘上了。有网友一语道破真相，层层克扣多次转包后，剩下的钱只够干这点活。河南省卫辉上乐村镇小河口，村里的一段路上有10个井盖，结果有9个半都是坏的。你瞧，这是咱卫辉哪个村？崔楼这个路倒是水灾后现修的，关成的。村里新修路的时候，做井盖基本上毁完了。为啥？有时候你花钱了，老百姓也不算你好的。这桥老是可能在谁家门口的，谁弄块铁皮，有的弄块铁板把它盖着了。不过装的大部分都是漏着窟窿。你不说这个做修好之后验收过保修期了没有？没过保修期的，赶紧叫施工方把它还换成新的。这个东西我印象中觉得应该是贴来的，但是我观察了一下，这个东西桥了也不是水泥的，但是也不是石头的，也不知道啥材质。要是不能修了，都弄点钢板，都把吹流的窟窿盖。中国的豆腐渣工程在多地都能看到，即使在中共的政治中心北京，也同样存在这种现象。2021年11月，北京朝阳区一条商业街的路面突然塌陷，导致一名83岁的老奶奶跌落深坑。而路面的大坑周围没有设置明显的路障，只是放了几个凳子。有网友指出，异国特别多同类事件，其实整个北京地底一动也莫理，表面风光，地蕴空洞。相信没有土木工程定期测量，没有做好一个城市应有科学标准。在中国，豆腐渣工程越来越被民众曝光到网上，也让不熟悉内幕的人一看究竟，但更多的是倒吸一口冷气，让人不禁思考，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生存。X 平台网友海外爆料发文说，中共首次公开汶川大地震的监控视频，大量死亡者是学校的学生，机关单位几乎没有人员伤亡，明明就是人祸，就是豆腐渣工程导致的后果。中共 CCP 的邪恶就是封嘴无眼，不让看真相，更不能说 CCP 邪恶至极。豆腐渣工程严重危害人的生命安全，但中国政府对此似乎并不关心，他们更愿意在乎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中国百姓们却不得不面对高价买来的豆腐渣楼房，走豆腐渣马路，过豆腐渣桥梁，甚至上学要面对豆腐渣教室，看病要遭遇豆腐渣医院。从中也真切地看出中国政府对涉及到百姓生命安全的豆腐渣工程问题，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即嘴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喊得响，民众遭殃自己扛。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您订阅、点赞，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